好，大家好，我是辛巴。我们现在来到了海南，为大家带来的是 iCar V23的详细的动态试驾。那我们经过一天的拍摄啊，我们差不多今天开了100公里，然后现在我们挑了一个水库吧，非常漂亮的一个水库，为大家带来的是它的详细的讲解。那我们现在看到的 V23 就是iCar 现在最新的产品。虽然我们今天来到了这么一个非铺装路面的一个湖边，但是本质上这辆车型的定位是介于传统的 SUV 跟越野车之间的这么一个产品。但是它有4驱，它有超大的接近角、离去角，有20公分甚至21公分的离地间隙。但它本质上是 SUV 介于越野车之间，它并不是一个大家以为的这种纯粹的越野车，它并不是啊，它是更加偏向于两者之间。没想到下雨了，太离谱了。A few minutes later， 我们现在在车内了，外面雨比较大，我们在车内先聊一聊这个车型。这个车型的整体的尺寸，大家如果说你纯粹是理论的，就是说一看这个车型的车长，以为它是个小车，其实这个车型因为它的高、它的宽，所以它实际的感官，我觉得更像吉普的牧马人，差不多这种感受。然后因为它是把4个轮子放在4个角上，所以它轴距有2.7米多，整体的内部空间表现其实是比它账面的我们一般来说4.2米的车长的车是要大不少的。而且整体的设计，包括我们一般来说打个比方，你做小车的话，它应该会有一个前面仪表台嘛。他们重点讲的这个事情就是说，它这个车型是个短仪表台的设计，它仪表台并没有侵占更多的空间，把更多空间留给车内。我觉得虽然它是4.2米、4.3米的车长，实际给你的感觉车内空间差不多能到现在的 SUV 的4.5米这么一个实际的内部空间。我觉得内部空间表现还是比较好的。而且这辆车型有一个是比较有意思的点啊，它整体的坐高非常高。我们现在的驾驶位差不多，哪怕你跟那个路虎卫士停在一起，你的坐高也并没有比人家低。这点还是挺有意思的，它整体的坐高的表现，我觉得远高于同级别的 SUV。而且这个车的驾驶感受里面有一点是比较有意思的，在于它的玻璃是非常非常垂直的。你看它玻璃，其实我们第一反应是这个玻璃并没有说特别大，不是那种像轿车一样天幕啊什么，它整个玻璃并不是特别大，但是它整个一个视野感是比较好的，因为它整体的玻璃的垂直度很高，但是它开起来更像 mini。就老款的油的迷你的玻璃也是这么垂直的，我觉得比较像迷你的感受吧。就整体的感官来说，只是说比迷你做的更高一点。你差不多就是他们自己的描述，憨豆先生坐在迷你的那个车顶上开车，差不多是这么一个感受吧。我觉得他们这个官方的描述倒是确确实实没有任何的错处，或者说故意营造，并没有，他们就是这种感受，你开起来特别明显。那我觉得我们边开边聊吧，大家本身是想看这个车型的更多的动态方面的事情，对吧？我们边开边聊，走吧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辛巴。我们现在正式开始 iCar V23的动态试驾的详细内容。我们本期节目会稍微有点长啊，但是我希望能够一期节目就让你知道这辆车到底怎么样。第一个是这个车型到底开起来怎么样。先说优点。这个车型他们在我们之前的 workshop 里面跟我们聊到说，它的驾驶感受是希望在 SUV 里面能做出那种卡丁车的驾驶感受，又有 SUV 或者说越野车那种外观造型，坐姿又比较高，想两者兼得。我们在听的时候觉得这怎么可能做到，但实际上这次我要说一下，他们确实做到了，这点还是挺有意思的。首先这个车的整个一个底盘，那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紧实啊。你在这个级别里面，哪怕我们现在在舒适模式，并不是在运动模式，它整个底盘给你的回馈，包括它的指向性，包括你在给油的时候它的轮胎走向，我觉得用精准来形容一点都没有问题。整体的操作的反应速度，这种变道的过程中，它的那个指向性，包括车身的轨迹都是非常的迅捷的，我觉得没有任何的问题啊。以精准来形容它没有问题。第二个，他们的那个坐高确实非常的高，这个车型应该是我试驾过的这种方盒子 SUV 里面，至少在这个级别里面应该没有第二台比它做的更高的。你跟路虎卫士啊，我朋友的那个 Bronco 啊，包括我们之前试驾过的吉普的牧马人，其实是一样高的。甚至你有时候看那些跑车，你感觉你坐在它车顶上，差不多这种感受。所以
它确实两者都做到了，既做到了优秀的操控，又做到了高的坐姿，其实还挺难得的，有点东西。实话实说，而这个车型毕竟是前麦弗逊后5连杆，我觉得在同级别以内，至少你从账面上来看，还是它实际表现来看，它绝对是这个级别的 SUV 里面的头部。我觉得如果说一定要说找一个在这个级别，比如说10万元出头的 SUV 里面找一个操控比它还要再好的 SUV， 可能云海是，但是我确实想不到第二辆，就它已经能做到这个水平了。这一年磨这一剑，我觉得磨得挺好，所以正常情况下，好，可以关视频了，已经结束了。刚刚讲完这个基础的特性来讲，现在我们来仔细的来聊一下它的几个特性。第一个是转向的阻尼跟手感，这个车型有多段的模式选择，有舒适模式、运动模式，包括我们说的轻越野模式，多种模式，它每一个模式都有自己的特性，这点我觉得还挺意外的。它本质上它不像某些车型，它的几个模式之间真的区别不大，你甚至一个模式可以用一辈子。它几个模式之间区别还挺大的，包括油门的出力，包括实际的驾驶感受。我们现在今天试驾的应该都是4驱版本，它4驱的特性在轻越野模式下还是非常的明显的。我们今天中午遇到一个媒体老师，他是试过昨天的那个2驱版本的，他说2驱版本跟4驱版本驾驶感受完全不一样，这我就非常期待去试，什么时候能试一下那个盖版的2驱。就是2驱版本适合绝大部分消费者，4驱版本更多是适合我们这种玩乐向的，包括像我自己选的话，我会选4驱，因为它还有个 AT 胎可以选，我觉得特别的帅。这事情本质就帅就完事了。但帅之下，我们今天试驾里面自己最喜欢的是舒适模式。我觉得这个舒适模式下，摩门踏板线性可控，而且不会有明显的那种突兀感。如果你在运动模式下，它的扭力输出还挺快的，也比较线性。但是舒适模式下，我觉得城市代步非常的舒服。刹车踏板它也是比较线性的，线性可控，你不会觉得不够用。但是呢，我们今天在高速上面遇到了一个紧急的制动啊，旁边有辆车插进来，我们有个紧急制动，包括一个小变道的情况，就是它极限的咬合力，我觉得还是有进步空间的。差不多，如果这个刹车满分10分，我觉得综合表现来看，我能给个8分，差不多这么个水平吧。我觉得还有进步空间。当然，这个我要说一下，它为什么会有这个2分的扣除，其实并不一定是它的刹车不好。它底盘高度有21嘛，同级别的城市 SUV 可能就14、15，它有21，所以它悬挂行程是比同级别的 SUV 都要更长的。所以你在紧急制动的时候，你的点头效应也会更明显。当然，它已经抑制得很好了，但是因为悬挂行程它比较长，给你的这种主观的感受是会变差的。就这种情况下，它还能做到8分，我觉得已经很不容易了，实话实说。然后再回到整个车型，我觉得最值得夸奖的地方就是整个底盘的避震。刚刚说了，它悬挂行程比较长。我们今天过一些颠簸路面，包括走一些非铺装路面的时候，我们坐在前面啊，非常的舒服。就是基本上我们开着相对快了一点，然后有点起飞下降的时候，吧嗒吧嗒一下，就避震还是处理的非常干净的，没有任何的多余弹跳。我觉得这个避震确实可以加分，没什么问题。在这么长的行程情况下，它能做这么干脆，也没有多余的余震，我觉得真的有东西。我们前排座椅非常舒服，前排座椅就是大沙发，而且包裹感也很强，没有任何的问题。但是你如果说坐在后排，他们重点讲了后排2个大沙发嘛，当然第2排中间这个人肯定坐的不会特别的 happy， 因为旁边2张大沙发你只能挤在中间，只能说能坐。但是呢，后排2个大沙发也有问题，就是说你在说做一些激烈的像刚才这样弹跳的时候，就是起伏会变得更大，安全带比较紧，然后就比较难受。所以后排乘坐感受，如果前排我们能给个8.5分甚至9分的话，后排差不多只能给个7分，后排还是没有那么的优秀，实话实说。然后第二个是这个车型它的舒适性，相对于那一些比如说纯粹讲究舒适性的车来说，它的整体的后排乘坐体验我觉得是没有友商来的舒服的，因为它的整体的避震的那个悬挂是比较长的，所以它避震悬挂长了以后，如果说它过一些烂路，过一些比如说颠簸路面，
它会过得更加的柔软一点，但是也意味着它颠簸会变得更多。强的避震行程一定是会带来摇摆性的，那我觉得坐在前面完全没有任何问题。我们今天在爬那些烂路的时候，我们坐在前面，包括我们在高速上面，包括在城市，海南的路况不是特别好，它有一些桥梁接缝是有高低起伏的，因为我们就想试一下这个悬挂，我们开的稍稍的快了一点，坐在前排没什么感受，我觉得很舒服，坐后排稍微的颠簸一点，就是整个人起飞了。然后第二个事情是我自己的感受啊，就是这个车型的 NVH 表现，我觉得还有进步空间，特别是在高速上面跑的时候。当然，他们说啊，他们接下来会用双层夹胶，那我们要等量产车我们才能知道。反正就现在表现来说，我觉得 NVH 在低速60码以内，我觉得 NVH 表现还不错。但是到了80码以上，甚至高速里面，比如说100公里的时候，我觉得100、120，它的那个撞风还是一下子能够感受出来的。这点还是比较明显的，我觉得还有进步空间。期待它换了双层夹胶玻璃以后，我们能有更好的表现吧。然后，这是今天我们短短的试驾一天主要的，我觉得2个短板。回到这个车整体驾驶感受啊，我们最重要的东西现在才聊到。整个驾驶感受，这个车如果是放在方盒子的驾驶感受来说，满分10分，我能给个9.5分。它扣分扣在什么地方？其实不是扣分，它的优点是坐姿高嘛。它坐姿高了以后，你其实在激烈过弯的时候，你整的那个人的那个重心的摇摆也会更高一点。你日常驾驶，你慢慢开，你可能感知没有那么明显。我们自己极限自己感受出来的东西，我觉得还是能够感知到的。有得有失吧，这个没有办法去解决。如果说你想要一个能够 P1 的 SUV，那它还有进步空间，但是放在整个 SUV 的定位里面，它是一个优秀的操控，没有问题。OK， 接下来我们来说个总结啊。总结部分，我想说一下，这个车型我真的非常期待，因为这个车型正儿八经的是少有的，我最近一段时间试驾过，我觉得有意思的车。无论是刚才我们走那些非铺装路面，还是说去玩了一下这种爬坡、四驱，包括它原装可以选的那些玩乐东西，这车型的玩乐属性真的是拉满。昨天晚上我们见了他们的工程师嘛，然后跟我们聊了很多，然后今天中午又见了他们的那个产品负责，然后又聊了很多。他们就想做一个大玩具，就这么简单的事情。大玩具能兼顾点家用，要做点不一样的东西，就是他不是说他们真的有这种信念去做这个车，我觉得我还挺欣赏的。实话实说，我觉得就跟这个世界上应该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需求。我觉得我今天试完真的更想买了，真的更想买了。而且我看到他们那个原厂的那个 AT 胎的那个版本的，而且他们正儿八经的是可以原厂上的，超级好看啊！他们这次拉来了更多车，更多大玩具放在这里，让我会觉得大家一起玩这个车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，就跟有意思的人一样，你想跟他做朋友。这个车是这个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这一点，它是一台有意思的车，我想跟他做朋友啊，就是这种我的感受吧。今天试驾下来最大的感受。OK， 我是辛巴。如果说你也在看 iCar V23，希望我们视频对你有帮助。如果说你朋友也在看 iCar V23，希望你可以把我们视频推荐给他，也希望对他也有帮助。如果觉得我还讲不错，希望大家帮我们点赞、评论、转发，这都会对我们节目特别大的帮助。我是辛巴。我们现在试一下它的那个高速 NOA 啊。我现在这个它应该是 L2， 并不是 NOA， 但是它120巡航的这个方向盘的稳定性，我觉得做的还可以啊，没有什么大问题，就是标准的 L2。但是如果你说要做到比如自动变道啊，或者说这种我们暂时还没体验到，它应该是也没有开放这附近的那个高速 NOA。反正简单来给大家看一下吧。但是如果说光以高速的120定速巡航来说，我觉得没什么问题。A few minutes later， 我们现在跑完高速啊，我们看到这个小气里程壁啊，是我重新清零的。然后整个高速的能耗，我们基本上都是按120跑的，然后中间有一段那个修路的慢一点，其他基本上都120顶着限速来的，然后是22.28，这是它的高速的能耗。Later， OK， 我们现在正式进行一段非铺装路面的跋涉啊。这个是他们已经跟当地的那个
沪铃已经说过了啊，这是可以开的啊，这是一段小的非铺装路面，然后他们基本上是一个砂石为主啊。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，这段路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陡的，他们是比较建议说，各位老师没有特别的那个技术的话，可以找他们的那个试驾员来帮你开一下，还是非常陡的，然后是纯砂石路面。这个车离去角跟接近角还是比较大的，看来前面已经有媒体老师在了。我建议大家，如果说那个对越野这种东西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大的自信的话，其实可以开慢一点，相对来说越慢越不容易出事儿。哦哟，很轻松啊，很轻松，好把它下来就好了 ，so easy。然后这个车我要说一下，这个360环影还是非常清晰的，这个智米来做这个东西，我觉得是应该的。这个360非常清晰，这应该是这个级别里面360我见过的最清晰的360，应该没有之一。拍一点花絮啊，就是他们现在在爬这个坡。其实这个车型在爬这个坡啊，刚刚发现还是非常轻松的。大家看到啊，它的整体的一个四驱的作用，我觉得在爬这种烂路的时候还是比较能够显示出来的。其实这边难度也不是很高啊，你看这个阿卡的 03T 也是能够上的，它这个也都是城市胎啊，这个都不是越野胎，都不是 AT 胎啊 ，AT 胎还能更从容一点。其实城市胎啊，我觉得你这种轻度越野真的完全足够了。那个 AT 胎对于绝大部分消费者来说，更多是好看。那我如果说我自己选的话，我会选那个 AT 胎啊。买这个车肯定是拿来玩的，我觉得 AT 胎会更加有意思一点。这个梅老师开的车的跟我版本是一模一样的。轻轻松松 ，so easy。OK， 其实那个 iK03T 也很轻松。这个难度对于绝大部分的稍微离地间隙高一点的车，应该都不是什么大的困难。